以哈冲突爆发之后，美国第一时间将巴丹号两栖攻击舰部署到以色列海岸。3月21日，巴丹号进行8个半月的部署之后，正式返回诺福克海军基地。可以说，在美军的远征打击群中，黄蜂级才是真正的主力。那么，在实际作战中，美军会如何使用黄蜂级？黄蜂级与之前的两栖攻击舰又有什么不同？黄蜂级首舰黄蜂号在1989年7月29日服役，至今共服役8艘，都在密西西比州帕斯卡古拉的英格尔斯造船厂建造。除了熟人理查德号之外，其中7艘都在现役。2020年7月，好人理查德号发生火灾，变身成为熟人理查德号，船体内部结构严重受损，最终被美国海军实施退役报废处理。好了，基础信息火力军就聊到这儿。黄蜂级的重点还是改变了美军以往的两栖作战方式，在性能上与塔拉瓦级有很大的不同。1980年代，美国海军提出超视距登陆作战理论，要求在敌方探测范围外或者火力打击圈外100公里处，从海上、空中实施立体式两栖作战，主要武器就是战机、气垫艇以及两栖装甲车。目前美军主要使用 MV-22鱼鹰，可以满足32种军事任务的需求。LCAC 气垫登陆艇则是用来配合垂直登陆的直升机进行多兵种作战。两栖装甲车则是为士兵提供装甲防护和火力支援，还能在水中展开兵力投送，比如 EFV 项目与 AAV7 系列。这一套操作下来，美军两栖登陆作战速度大大提升。只可惜美军当时的两栖攻击舰根本无法满足这个需求，其中硫磺岛级只有直升机垂直登陆能力，缺少无舱，后续物资还要货船来运输。塔拉瓦级奠定了现代标准2攻的模子，也就是全通甲板加上无舱，可以同时开展垂直和水平登陆作业。但是无舱携带能力不够强，只能在距离海岸线5到15海里的距离上释放登陆艇或两栖车辆冲击滩头。于是，美国在塔拉瓦级基础上设计了新一代多功能两栖攻击舰，准备取代老迈的硫磺岛级，这就是现在的黄蜂级。其核心设计理念就是让美国海军在不同的行动范围内执行多种任务，特别是在一系列紧急情况下进行力量投送，支持陆地行动和提供综合支援。在美利坚级出现之前，黄蜂级是世界上吨位最大的两栖攻击舰，尺寸相当于轻型航母，在设计上继承塔拉瓦级，但是为了方便操作 AV-8B 和气垫登陆艇做了一定的修改。外形上的主要变化就是黄蜂级的舰桥位置较低，指挥与控制设施转移到来了舰体内部， MK45 舰炮与舷侧突出部也被移除，并取消船尾升降机，回归硫磺岛级那样的2台舷侧升降机，增加了飞行甲板的可用面积。同时，为了装载气垫登陆艇，舰体加长了7.3米。至于舰内空间结构，黄蜂级与塔拉瓦级相似，但是舰内车库甲板面积只有塔拉瓦级的73%，货舱甲板容积也只有塔拉瓦级的92%。腾出的空间可以用来装备航空机相关设施，相对的，黄蜂级可以装载更多的航空器。而且美国海军原本打算在飞行甲板前端装置滑跃甲板，以增加 AV-8B 的出击能力。想法很不错，但这种做法会减少直升机起降空间。如果把一个滑跃跑道布置在黄蜂级两栖攻击舰前面，那么至少会失去一个直升机着陆点。另外，在滑雪跳台旁边，垂直起降飞机很难停靠。美国两栖攻击舰的任务是支持两栖登陆，少了起降点，也就意味着整个甲板运作逻辑要打乱。比如黄蜂级原本一次可以同时接受9架直升机的同时降落补给和再装载，现在就会减少11%的运转效率。不过因为黄蜂级的飞行甲板足够长， AV-8B 就算是不靠滑跃甲板都能顺利起飞，所以这个想法最终作罢。同时，由于在原始设计中，黄蜂级就纳入了 AV-8B 的运用能力，无需接近滩头便能进行攻击任务，加上气垫登陆艇的存在，美军水平登陆速度快了一大截。
在黄蜂号服役之前，美军两栖舰艇在距离海岸5到15海里时，才释放登陆艇或两栖车辆冲击滩头。黄蜂号服役之后，美军两栖舰艇可以在距离海岸30到40海里时，释放气垫登陆艇，与滩头不再近距离接触。这也是为什么黄蜂级没有像塔拉瓦级那样装备 Mk45舰炮，完全用不到。同时，这也使黄蜂级能执行部分航母任务。黄蜂号服役之后，已经可以轻松实现搭载14架 SH-3海王反潜直升机以及4架遥式战机的构想。只是当黄蜂级陆续成军后，苏联核潜艇威胁已经没了，于是制海模式调整为搭载20架 AV-8B 与6架 SH-60反潜直升机，将黄蜂级当作航母使用。在标准的搭载模式下，黄蜂级的舰载机阵容可为4架 CH-53、12架 CH-46、4架 AH-1W、6架 AV-8B、2架 UH-1N， 机队总数大致在30架上下。在突击模式下，舰上可搭载42架 CH-46，而在操作最新一代的 MV-22 倾斜旋翼运输机时，黄蜂级最多能容纳12架。当然，黄蜂级最主要的作用还是实施两栖登陆作战。在实际作战中，黄蜂级几乎可以装载整个海军陆战远征队，舰船货舱的运输空间达到了2860平方米。另外还有1858平方米用于远征部队的车辆，标准搭载量包括5辆 M1、25辆 AAV-7 两栖登陆车、8辆 M109 自行榴弹炮、20辆军用卡车等。同时，黄蜂级拥有齐全完善的医疗设施。登陆部队出发后，舰上的床位空间能立刻转换，并成立一所拥有600张病床的野战医院。至于武器装备，那就不值一提了，无非就是海麻雀、密集刃、拉姆短这种近程防空系统。除此之外，黄蜂级也能搭载 F-35B。2011年10月初，新一代的 F-35B 战机就在黄蜂号上展开起降测试。目前，黄蜂号已经将 AV-8B 逐渐更换为 F-35B。美军规划人员还特意舍弃了遥式航母的概念，将其重新命名为闪电航母。就性能来看，黄蜂级很像制海舰，也就是1970年美国海军作战部长朱姆沃尔特提出的以反潜护航主要任务的轻型航母。在标准编制下，制海舰可以携带14架 SH-3海王反潜直升机以及4架遥式战机，概念很接近二战期间的护航航母。当然，30年后的制海舰比当时的护航航母更大、更快。照当时的计划，制海舰上的舰载机联队包括轻型机载多用途系统直升机、2到3架舰载预警直升机，以及一些可以垂直起降或短距起降战机。就当时的情况而言，轻型机载多用途系统直升机已经服役，并可以根据现有设计开发合适的预警直升机。唯一的问题就是战机。现成的解决方案就是英国霍克希德利公司在1967年投产的遥式战机，只是因为遥式战机属于外国设计，遭到了美国海军以及航空航天工业界的一致反对，认为遥式速度太慢，航程太短，一句话总结就是不堪大用。于是美军开始研制自家的短距起降战机，也就是 XVF-12A 与康维尔 Mod 200，结果很遗憾，研制失败，集中精力建造更多超级航母。只是在这个时候，制海舰的创意已经被其他国家采用，最典型的就是英国。在1982年的马岛战争中，英国海军的光辉级直通甲板巡洋舰非常成功。同时，英国海军还将大西洋运输者号集装箱船改装成可容纳遥式和直升机的临时航母。之后，西班牙、意大利、印度和泰国也成功在小型航母上操作该机。恰好 AV-8A 遥式战机也迎来了升级。美国海军陆战队采用了经过改进和放大的 AV-8B 遥2，所以黄蜂级在最开始也被称为遥式航母。在整个服役生涯中，黄蜂级参与了大大小小的战争，除了在美利坚级那一期里提到的海湾战争、伊拉克战争等，黄蜂级还参与了伊犁冲突。2006年7月中旬，以色列与黎巴嫩真主党爆发大规模武装冲突，
硫磺岛号率领一支远征打击群前往中东，将原本在中东沙漠进行演习的美国陆战队第24远征队装载上船，通过苏伊士运河进入地中海，驶抵以色列北部海岸后便待命戒备。还有这一次的以哈冲突，巴丹号与第26海军陆战队远征队在第一时间赶到了以色列海岸。除了以上这些，黄蜂级在服役生涯中的亮点还有马金岛号。2002年4月19日，美国海军与诺格集团签约，建造最后一艘改良型黄蜂级，也就是马金岛号。与之前的7艘黄蜂级相比，马金岛号对舰体进行了改进，几乎可以归类为新的一级，即马金岛级。其舰体稍微放大，满载排水量增加到41335吨。烟囱也重新设计，位置位于舰岛右侧并向外倾斜，目的就是将废气导向舷外方向，减少对飞行甲板的干扰。显然是准备装备 F-35B。这是马金岛号与先前黄蜂级最直接的外观差异。同时，美利坚级也沿用了马金岛号的一些设计。马金岛号是美国海军第一艘整合电力推进系统的军舰。马金岛号以复合燃气涡轮与电力推进动力系统替代了老旧的蒸汽涡轮系统。如果以电力推进代替1/4原本由燃气涡轮供应的航程，那么每年可节省35万加仑的燃油，全受期燃油消耗成本能比先前的黄蜂级节省2.5亿美元。美利坚级的动力系统就沿用了马金岛号的方案。总的来说，以黄蜂级为主力的远征打击群投送能力与航空武力确实不如航母战斗群。据美海军陆战队估计，一艘黄蜂级这样的闪电航母每天可以出动战机40架次，相比之下，一艘新的福特级航母能够每天出动战机160架次。但是就实战效果来说，黄蜂级已经超过大部分国家所拥有的短距起降航母。就比如与胡安卡洛斯一世号相比，黄蜂级4万吨的排水量遥遥领先，吨位大也就意味着飞行甲板更大，可以装载的武器更多。黄蜂级可以携带超过1800人的远征部队，而胡安卡洛斯一世号也就紧急投送1200人。二者搭载飞机的数量也不同，因为环越甲板的影响，胡安卡洛斯一世号只有8个直升机起降点，而黄蜂级有9个。就战力而言，黄蜂级足以应对一场低强度区域性冲突，所以在美军当前的对外作战中，黄蜂级依旧是主力。好了，本期视频到这儿就结束了。各位觉得黄蜂级的战力如何？可以在视频下方留言，大家一起讨论。我是火力军，下期见。